小时候，我和同学玩捉迷藏，碰到一具死去多日的女尸。之后，这具女尸就折磨了我半辈子。无论我到哪里，她都会追去。为此，我跑遍半个中国，可还是没能摆脱她。小学3年级，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和朋友玩捉迷藏。那时候我的父母还住在大杂院里，一个院子住10几家人，大家在这院子里其乐融融，各过各的小日子。捉迷藏的时候，我藏到一个邻居婶婶家的厢房里，这屋里堆着各种杂物，有木箱子、簸箕、箩筐，还有坏了的自行车和烂了的风筝。这个厢房可以说是我的秘密小据点。捉迷藏时，我经常躲在这里，从来没有被抓到过。厢房的炕上有一个大木箱子，那个木箱子是早些年放衣服的大摆件，一个小孩坐在里边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是当我打开大木箱子时，却发现里面工工整整的放着一个死人。那个死人被砍成2半，上半身和下半身并排的放在大木箱中。因为光线比较暗，我并没有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模样，但是隐隐约约的，我感觉到那是个女孩。当时我并没有叫，转身就跑，跑到院子里，那个婶婶还叫了我一声，我也没答应。然后我就回家了。我妈看到我回来，还问我怎么了，脸色怎么这么白。我没有说话，然后就回屋睡觉去了，一觉睡到傍晚。睡醒了就觉得身上软绵绵的，一点都不想起来。我妈叫我吃饭，我也没起。我妈还挺生气的，说今天专门给你炖的大排骨，你要是不吃，那我可不是白炖了吗？这我妈见我不起，就来拉我，可是一抓我的手，我妈哎呦一声，说怎么这么烫啊，就喊我爸带着我去医院。到医院一测体温，呵，这快40度了。接下来就是打针、吃药、挂盐水。可是治了快1个星期了，一点儿都没见好，温度一直就在39度到40度之间徘徊。我妈这眼见我要翻白眼了，就带着我回到姥姥家里。姥姥呢，住在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子，她瘦瘦的，老是穿着黑色的褂子，说话声音尖亮，不怎么爱笑。听我妈说，姥姥先是用针把我这眉心刺破了，然后又烧符水给我喝，然后坐在屋顶的西南角叫我的名字。我跟我妈在姥姥家住了1晚，呵，这第2天就好了。然后我就记得在我姥姥家喝了几顿的老参鸡汤，喝得我都流鼻血了。走的时候呢，姥姥就给了我妈一张黄符，让我贴身带着，说在我28岁之前不能拿掉，如果丢了就再来找她。回家之后，我把看到的东西跟我妈讲了，我妈吓坏了，还让我爸去查一下真假。这我爸也不敢去啊，直接就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之后，直接把那大木箱子带走，后来又把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问了一遍。打那之后呢，我们家就开始不太安生。我不知道爸爸妈妈能不能感受到，但是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。白天倒是没什么，可是一到了晚上，我的噩梦就开始了。其实我和妈妈从姥姥家回来的第1晚，我就感觉到了，但是因为这一路的折腾确实累了，回到家就睡了。但是睡到一半，
朦朦胧胧的，我就感觉有人在看着我。我还以为是我妈呢，也没管，接着就睡过去了。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不对劲了。吃完饭之后，我趴在桌上做作业，我就觉得这窗户外有人，可是当我打开窗户，却一个人影都没看到。就在我奇怪时，耳边传来一声的喘息声，这把我吓了一跳。但是那个喘息声就是一声，这一声过去之后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我就以为我是听错了。晚上睡觉时睡到半夜，就跟昨天晚上一样，我就总觉得有人来看着我，就是那种贴着脸的看。这种感觉冷冰冰的。其实我没当怎么回事，就接着睡过去了。可是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被冻醒，我这才发现身上的被子没了。我伸手一摸，发现被子掉在地上。我伸手去捡被子，可是我明显的感觉到这被子下面有着什么东西，硬硬的，凉凉的。被子我都不敢捡了，一伸手把床头的灯拉开，这周围一亮，我心里淡定了许多。拿起被子时，这才发现被子下面是我的鞋子。可是当我把被子拿起来，突然发现我这床底下有一双小孩的脚，小小的，白白的。这可是吓得我哇哇的大哭。我妈听到我的哭声就来看我，问我怎么了。我说这床下有一双脚。可是我妈拿着手电到这床下找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从那天晚上之后呢，我就不敢一个人在自己的屋里睡了，因为我老感觉床下有人。我妈没办法，只好带着我跟他们一张床睡了几天。但也就是几天，他们就把我给撵回来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睡觉就养成一个习惯，那就是蒙着脑袋，把浑身裹得紧紧的，只露出鼻孔。因为从那时开始，我就确信我的床下有人。这不是感觉，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。那个人会在我床下挠着床板，吱啦吱啦的响。这时候我一动都不敢动，更不要说看一眼。而那个人依旧会在半夜时看我，我能感觉到这人身上冒着凉气儿，吓得我眼睛都不敢睁开。从3年级到5年级，我噩梦般的2年。上初中之后，我就开始住校，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因为我再也不用忍受那个冰冷的鼻息、渗人的凉气儿，还有那床板下时不时传来的抓挠声。我还会把这些个事儿呢说给室友听，他们也会被我吓得瑟瑟发抖。陈小佳还骂我，说我再讲就跟我绝交。不过我依旧乐此不疲。但是每周还是要回家2次，回到家之后，我依旧会害怕每个夜晚的到来。而且自从上初中之后，床底下的抓挠声不见了，因为那个人直接上了床，就躺在我的身边。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在我身后躺下的轮廓，就压在我的被子上。我想拽被子都拽不动了，有时不小心翻身醒了，还能碰到他的身体。我想着尽可能的远离他，可是我的床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能挪到哪儿去呢？后来我就把这事儿跟我妈说了，我妈倒是淡定，跟我说了事情的真相。我妈跟我说呀，我姥姥说了，说我遇见的那个东西怨气太大，而且是没有根的，治不了。只要身上装着他给的那个黄符，那东西就靠近不了我。
听我妈说到这儿，我这才知道为什么我妈每次都让我带上那个小布包，因为那个小布包里装的就是那个黄符。我妈说完这些，还特别的嘱咐我，说这个黄符一定要带着，带到28岁。那我就问我妈，为什么是28岁呢？我妈说她也不知道。从那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个黄符的珍贵，时时刻刻的小心。以前有同学要看看，我还给他们看过，现在我是谁都不给看了，就挂在脖子上。但是往往你越重视的东西，就越容易丢失。初二下半学期，学校组织春游，这回来时黄符就没了。究竟是什么时候没的，我并不知道。春游完了就回家了，吃饭时还兴高采烈地跟我妈讲春游时遇见的事儿。可是等睡觉时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那天白天时天气挺好，阳光明媚，到了晚上也不知怎的就阴天了，然后就下起春雨。我妈还说呢，春雨贵如油。但是我莫名就觉得害怕，进房间时就觉得这屋子里分外的冷，还让我妈把厚被子拿出来。做完作业，看了一会儿蓝猫淘气3000问，我就睡觉了。可是躺下的一瞬间，我就觉得头皮一个劲儿的发炸。怎么说呢，就感觉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盯着你一样。当时我心里特别的不安，还把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，找了又找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平常半夜醒来，有时我能看到一个黑影就蹲在屋子中央，有时还坐在我的椅子上。当然，无论他是蹲在屋子中央还是坐在椅子上，肯定都在看着我。还有一次，我一翻身就看到一双眼睛，那双眼睛离得我特别近，都快贴在我脸上了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眨都不眨。但是我眨了眨眼，这双眼睛就不见了。那时听了我妈跟我说的话，我就不再害怕。但是就在那天晚上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是怕得不行。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装黄符的小布包丢了，因为一般这小布包都会放在我的衣服里面，所以我并没在意。怕了一会儿，我还想着呢，反正我有黄符，我并不怕你。就这么想着，我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贴了过来。这次贴过来并不像之前那种贴在我身后，而是贴在我的皮肤上。之所以不说压过来，是因为我并没感觉到重量。虽然没有重量，但是那冰冷的感觉直直地往我身体里钻。它肯定是在我的被子外面，但是那种冰冷直接透过被子进入而来，而且慢慢的越来越重，那重量整个的贴在我的身上，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我想说话也说不了，想翻身，想动一根手指都没有办法，甚至我想睁开眼睛都不行。我就拼命的挣扎，可怎么挣扎都没有用。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有多么害怕，但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他压了我一会儿，突然我感觉脚那头的被子被慢慢的扯开了。虽然扯的幅度非常非常小，但是我清晰的感觉到有个东西在扯我的被子，一点一点的，轻轻的往外拽。我被这个吓坏了，心里努力的挣扎，心想着这被子千万不能被扯开。
可是这种事情并不是心理挣扎就有用的，被子最终被他从我的脚下给扯掉了。被子扯掉之后，一阵凉风就灌进来，我身上还打了一个哆嗦，但是因为身上压着东西的原因，我一动都动不了。我心里怕得要死，身上不住的哆嗦。我正想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时，脚上一凉，一只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脚，然后那个东西就顺着我的脚钻进我的被窝里。钻到我小腿那儿时，我就感受到这个东西的形状，那是一只小孩的手。当时我就懵了，脑子里是一片的空白。就在我不知该怎么办时，我房间的灯突然亮了，我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她问我怎么了。我妈这句话拯救了我，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，被窝里的手，压在我身上的东西，还有我耳边冰冷的喘息。我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本来想去喊我妈的，可是爬出来时浑身无力，一下床就摔倒在地上，想站起来也没有力气，就知道哭。我妈知道这是出事儿了，连忙跑过来抱住我，问我怎么了。我这哭的都说不出话来。我妈一摸我的衣服就问我，你那黄符呢？这时我才知道黄符真的不见了。这一天我妈陪着我一块儿睡，但是我也没睡得踏实，就总觉得这窗外有着一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，我甚至都看得到那双眼睛，在那夜的雨水中阴沉沉地盯着我。就这么懵懵懂懂地睡了一夜，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妈又带着我去姥姥家。来到姥姥家时，我妈把事情说了，我姥姥阴阳怪气的说，钱怎么没丢呢？就丢了这个。以前我姥姥从来不这样，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妈还感觉挺奇怪的。虽然我姥姥说话并不好听，但还是又给了我一张黄符，叠成三角形，拇指那么大一个。我妈看到这黄符就问我姥姥，说这东西又不值钱，就不能多画几张吗？我姥姥听了我妈这话大怒，拿着笤帚把我妈往外撵。不值钱，不值钱，你们来干嘛呢？怎么不去死呢？我姥姥当时说的话非常的难听，说的我妈都伤心了。我们俩在火车上时，我妈是一个劲儿的哭。可是没过一段时间，我舅舅这边就传来噩耗，说我姥姥去世了。在我姥姥的葬礼上，我舅舅跟我妈说，那啥，老太太让我给你道歉，说之前拿笤帚打你是不对的。哦，老太太还说了，原来要跟那个小孩谈判呢，没谈拢。那个小孩是谁，自然不言而喻，就是那个日日夜夜跟在我身边的人。我妈听了我舅舅的话，又是大哭一场，还一个劲儿的责备自己。在我姥姥去世之后，我妈就让我好好的保管这个黄符，要不然没了就真的没了，再也没地方画了。我听了也是紧张的要命，我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，我可是亲身经历过的，这黄符要是真没了，这是要命的事情。就是我姥姥去世之后，我每次回家，那个小孩还是会来。可能是有黄符的缘故，他来到这屋子里只是吓唬我，并不靠近。有时坐在椅子上，有时在床底挠床板，有时趴在窗台的后面。当然，那时不时的也会贴着我的脸，看着我。不过那时候我并不像之前那么害怕了，因为我知道
有黄符在，这个东西就伤害不了我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上大学。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我是非常高兴的。别人高兴是因为考上自己想上的学校，读到自己想读的专业，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我高兴是因为我终于可以长期的离开这个家，可以长期的摆脱这个小孩。我的快乐，我的母亲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我的父亲有些理解不了，说我终归是个白眼狼，要回草原找朋友厮混去了。我父亲说到这里，还说了我要谈恋爱的事情，他特别害怕我谈恋爱，万一找个男朋友回家，他会伤心死的。我就骂他是臭男人。其实我上大学那年，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，单位那年正在讨论分房的事，在头批名单里就有我父亲的名字。当时大杂院的很多人都已经搬走，根本就没人愿意住这种地方，又小又破，上厕所也不方便。我父亲还说，等我放假回来，有可能就搬到新家去了。我听了也特别高兴，无论住什么地方都好，只要不是这里。上大学的日子还是很值得高兴的，学习压力也没有那么大，而且到处都是新的环境、新的同学、新的事物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几乎把那个东西忘了，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不带黄符。其实不带黄符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有的同学说我装黄符的袋子老土。我一个花季少女，长得也还凑合，我怎么能被别人说老土呢？而且我本来都认为离得那么远，这个东西不会再找过来，但是我大意了。在宿舍里还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一到晚自习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。我们这学校呢，是出了名的灵异事件部，什么宿舍闹鬼，厕所半夜有人哭泣，这后山上还全是坟包。对我这种已经经历过巨大伤害的人来说，其实这都不是什么事儿了。听室友在宿舍里传得神乎其神，我只是默默的微笑，因为这些事情离我并不遥远，只是没死人罢了。但是自习室的事儿还是给了我深刻的教训。我终于明白，这个东西并不会因为你离得远就找不到你。我们大学的自习室并不现代化，相反老旧得很，而且面积普遍都不大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上自习的人并不多。平常时候都是我一个人上自习。一开始我跟死党一块儿，可后来她谈了男朋友。我一个人上自习倒是不怕的，毕竟自习室里还有其他人。但是就算自习室里有其他同学，那个东西还是来了。那是大一上半学期，临近考试，自习室里为了应付考试有很多的人。这自习室里有暖气，所以并不冷，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冷得厉害。有很多同学都抱怨说这怎么这么冷啊，还说是不是暖气坏了。一开始我也觉得是暖气坏了，我也跟着换了地方。但是我换了地方之后，依旧觉得冷得厉害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还专门挑了一个更靠近暖气的地方坐，当时我还摸了暖气片，暖烘烘的，还烫手呢。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身后隔着2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。不能说是坐着的，应该是蹲着的，因为他只露出半个脑袋，或者说他就是坐在地上更为恰当，眼睛以下的部分都在桌子下面，
只露出来2只黑漆漆的眼睛，还有光洁的额头，以及漆黑的头发。他就这么坐着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看到这个人，我心里一震，回头的那一刻，那个人突然不见了，就好像一下缩到桌子底下去了。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，但是我并没往那个东西上去想，还以为这是室友的恶作剧。可是我起身来到这个桌子旁边，除了一本放在桌子上的马列，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这整个一排都没有人。我想了想，心说是不是看走眼了，就回到座位上继续自习。可当我刚刚坐下时，我就发现身后的那个人又出现了，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只露出来一双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而当我回头，那个人再次不见了。到这儿我就不再淡定了，我知道这是出了不寻常的事情。当时我就怀疑是那个东西找过来了，但是当时我并不能确定那个看着我的是不是那个小孩，因为虽然在家时他也老来找我，但我实实在在的是没看到过这东西的样子，所以就算是看到那人盯着我，我依旧不能确定是不是他。当天自习我就不敢再上了，收拾东西急急忙忙地回到宿舍。在回宿舍的过程中，我就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我，还有脚步声，只不过那脚步声啪叽啪叽的响，并不像人的脚步，更像是鸭子走路的声音。一开始我还假装淡定，慢慢的走，到后来我被吓破胆子，直接一路狂奔，直到跑进宿舍楼，我才松了一口气儿。宿管阿姨看到我的样子，还以为我是在夜跑。到了宿舍了，室友都在，他们还挺奇怪呢，我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死党正趴在桌子上跟男朋友发着消息，看见我进来，兴高采烈的，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，可是看到我的脸色，突然就问道：“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的脸怎么这么苍白？”听了他的问话，我一屁股瘫在椅子上，也不知道怎的，就哭了出来。死党和室友还以为我是被哪个男生欺负了，都让我说出来，还说要给我报仇。我哭了一会儿，就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。这不说还好，说完就跟瘟疫一样，一个宿舍6个女生，4个在瑟瑟发抖，只有我跟我的死党还稍微的淡定一点。死党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放心吧，有我保护你，什么都不用怕。听到死党这么说，我特别开心，可事实上我知道死党是保护不了我的。这跟死党说完话，我就把黄符又搜出来带在身上。带上黄符之后，我心里踏实了一些。然而当天夜里，宿舍还是出事儿了。熄灯之后，大家一直就在聊我这个问题，所有人都特别兴奋，还说起他们家里的一些个诡异的事儿，有说黄仙儿的，有说鬼打墙的，还有说邻居家的婶子被鬼神附体的。那天的卧谈会就变成鬼怪故事大全，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窗外有东西在看着我。虽然我们宿舍在3楼，但是我就是能确信那个小孩就在3楼的窗户外面，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。就在大家各抒己见，畅聊正欢时，睡在靠门左边的黄静突然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怎么觉得这窗外有个人？”这黄静说完这句话，我们宿舍所有人都不说话了，那安静程度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
安静了一会儿，也不知道是谁翻了一个身。黄静说道：“嗨，我是骗你们的。”黄静这话呢，就让大家纷纷的抱怨起来，有的说黄静过分，有的说要掐死黄静，还有的说把黄静直接扔到窗外。此时黄静在床上哈哈的大笑，说真想不到你们胆子这么小，我在老家时放学经常从坟地旁经过，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事儿。其实黄静这句话说得我非常不舒服，但是我也没说什么，因为没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，你很难让其他人跟你感同身受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大家聊到这里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，而且时间也不早了，就嚷嚷着要睡觉。我一看确实时间已经不早，就跟死党道了一声晚安，睡下了。我睡到半夜，就觉得这宿舍里的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，然后我就听到一阵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就像是有人在地面上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一样，啪叽啪叽的，而且跑得还挺快的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就想睁眼看看，可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觉得眼皮特别的重，怎么都睁不开。本来我还想挣扎两下，可是实在太困了，我就放弃了，又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，然后我就被吓醒。醒来时我发现黄静正坐在地上，她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床上。死党拿出小手电照着黄静问道：“喂，你不睡觉干嘛呢？”黄静惊恐地说：“我床上有个人。”另一个室友懒洋洋地拿黄静刚才的话怼他，说：“你胆子太小了，你不是说在你老家时经常从坟地走吗？”别的室友也说道，说别说了，赶紧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课。但是我知道黄静说的是真的，因为我清晰地听到光着脚丫子的脚步声，而且黄静的这种经历我已经经历过很多年了。那个小孩在我身后跟着我睡了很多年，冷冷的，硬硬的。我对黄静说：“你要是害怕，就上来跟我一块睡吧。”死党听我这么说呢，还拿手推了我一下。我知道死党的意思，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管他呀？其实黄静当晚也没跟我睡，依旧是一个人睡在自己床上。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看到他的黑眼圈，我就知道他是没有睡好。吃早饭时，黄静还一个劲儿的打哈欠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问他：“是不是躺在你身后啊？”黄静听到我的话，这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就掉在桌上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匆匆的吃了饭就走。我知道这个东西找上黄静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黄静说了那句话。在我的理解中，这是那个东西对黄静做的恶作剧，也就是吓唬吓唬黄静罢了。要说加害黄静的心思，那应该是没有，他的目标是我。果然，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他果真就没再找过黄静，因为他直接到我的床上来了。我又恢复小时在家睡觉的那个样子，把被子裹得紧紧的，只露出来鼻子呼吸。死党似乎知道了，就问我是不是那个东西找过来了。我点点头，死党信誓旦旦地说：“你不要怕，我带你去找高人。”这死党说的高人是东郊市场一个卖手串的商人。这商人一看到我就哎呦一声，说我这身上有脏东西。我还以为这个商人是真有本事，结果这商人说只要在他这儿求一尊菩萨像，
肯定就能保佑我平安。我就问呢，那这菩萨像多少钱啊？他说880。我去，880，我这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都没了。我这死党呢是个热心肠，就跟这老板讲价，一直讲到180，还要帮我出80。这我就觉得这价格能接受了，正挑菩萨像呢。忽然他那货架上一尊绿度母佛像毫无征兆地掉下来，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这一尊绿度母那时我是不认识的，但后来我跟先生出去旅游，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应该是不便宜，把这商人也是心疼的够呛。就在他奇怪这个事儿时，我们就选好一尊观音菩萨，他把观音菩萨拿在手里，正要给我们包呢，突然也是毫无征兆的，就从脖子那儿裂开一条缝子，然后啪嗒一声，脑袋就掉下来。呵，这商人一看这个样子，当时就愣住了，这大冷天的脑门上哗哗的出汗。然后他就把坏了的观音像放在一旁，在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里点了一根香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做完这些，商人就把钱退还给我们，还一个劲儿的跟我俩道歉，说今儿不适合做买卖。这商人给我们道完歉，就把我们给赶了出来，然后真的就锁了门回家去了。这死党看到商人的反应，觉得有点诡异，站在店铺门口就问我，你这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厉害？这死党这么问啊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回答。但是从此之后，我们这宿舍里确实开始不太平。首先，这几个人全都感觉到宿舍里有东西了，特别是半夜，所有人都能听到有脚丫子在宿舍里跑来跑去的声音。其次，几个室友都在半夜醒来时，能清晰地看到有什么东西就蹲在椅子上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宿舍也变得比别的宿舍都冷。就算是大夏天，我们宿舍都冷飕飕的，就像开着空调一样。基于这个问题，还有其他宿舍女生去投诉，说我们宿舍偷偷装了空调了。这个事情的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，这哪儿有什么空调啊？但是宿舍老师也觉得奇怪了，这怎么我们宿舍这么凉快？但是凉快归凉快，到了大二，国庆假之后，室友们陆陆续续的就搬出宿舍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除了我跟死党，他们4个在校外租了个房子住在一起。那死党听了是咬牙切齿，然后又摩拳擦掌，说要教训他们一番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死党也要走了，准备跟她的男友开始那没羞没臊的生活。死党在走之前就抱着我，忧伤地说他会经常回来看我。其实我听了挺感动的，但是自从室友搬出去，一直到大3，他才回来宿舍3次，都是回来拿东西的。到了第3次了，宿舍里已经没了他的东西，从此就再也没再回来过。这室友不在的那段时间里，我自己一个人独占着一间大屋子，但是一点儿都不开心，孤独寂寞那是一定的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小孩。他现在没那么喜欢躺在我身边了，他更喜欢做的是大半夜的站在窗户前朝外看，或者蹲在椅子上。但是每次他蹲在椅子上或者站在窗台前时，我总能听到那个光着脚丫子在宿舍里噼里啪啦跑来跑去的声音。这一年，我似乎又回到小学的那段日子，没日没夜的忍受着这种没来由的恐怖。而且因为我性格的原因，这件事儿我又不知该跟谁说起。这偶尔呢，死党回来学校上课，
我们在食堂时还能聊一聊这些个事儿。他很关切地问我，说那东西是不是又来了？我只能说是，每天都在。然后死党才告诉我，说咱们309闹鬼这事儿已经传开了，有人半夜回寝室，经常能看到咱们那窗台上站着个人，而且这人的容貌已经传得满校皆知，说是一个长头发的女生，眼睛发着金光，就从宿舍的窗户往外看呢。听到死党描述的这个画面，我当时觉得有点好笑，然后我就把宿舍里看到的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的场景告诉死党。这死党听了捂着嘴，半天都没说话。后来死党还劝我说搬出来算了，实在不行找个男人，那最起码男人辟邪。搬出来这事儿我是没想好，但死党最后这个建议我觉得可以考虑。其实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都谈恋爱了，我也挺羡慕的。当时我的想法是没有别的，就觉得起码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时，能有个发消息说话的，我都不奢望这人能把我抱在怀中。认识刘洋时是在死党的生日会上，死党指着一个有点壮有点木讷的家伙告诉我，这就是给我准备的。我对那个家伙是一点好感都没有，我觉得这人太傻了，眼镜似乎比我还厚呢。但是等所有人都在喝酒唱歌时，全场就只有我跟他是个彻底的配角。我们2个人一人占据着一个角落，静静地坐着，看着乱哄哄的场面傻笑。后来那天好多人都喝多了，刘洋去送人，我们2个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反倒是一个叫李海宁的走进我的生活。李海宁是那种长得好看嘴又甜的男生，像这种男孩子几乎没有女生不喜欢。这看到李海宁老是跟我说话，死党就告诫我说李海宁手里可不干净，已经有好几个女生被他伤得遍体鳞伤了。这我是相信死党的，但是因为死党并不经常在身边，李海宁没事就约着我出去玩，吃饭唱歌什么的，我就把死党的话忘在一边了。那年大半年的岁月几乎都浪费在李海宁身上，因此我都差点没能毕业。李海宁的出现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，让我觉得一个人在宿舍里睡觉并没有那么可怕了。而且这件事情我也有了倾诉的对象，李海宁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。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说，然后把我拥在怀里。在李海宁的怀里，我感受到安定。当时真的傻到觉得这个男人可以保护我的一生。不过大4上半学期发生了一件事儿，李海宁彻底的离开我的生活，或者说让我对爱情失望。当时我和李海宁谈恋爱这事儿，死党是知道的，他就觉得这是孽缘，无解的事儿。其实不光死党知道，那个小孩似乎也知道。每次回到宿舍，在没开灯之前，我都能感觉到他在黑暗中看着我笑。他的笑容我是看不见的，就像是湖水中的黑暗，也不知道到底隐藏着什么。但是你就是知道他在死死地盯着你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开始做梦，梦里的李海宁死状凄惨，不是被扭断脖子，就是被开膛破肚。而且我每次都被噩梦惊醒，总会有个冰冷的声音在我耳边说，我知道是他。这种情况每次换来的都是我的彻夜难眠。最终我决定必须让李海宁离开我。可是当我跟李海宁提出分手时，李海宁根本就不当回事儿，他似乎能看出来我眼睛深处的想法。
李海宁不想跟我分手。李海宁还说，他知道我也不想跟他分手，还问起我原因。我思索再三，就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跟他说了。李海宁听完之后皱着眉头说道：嘿呦，这别人跟我说我还不信呢，看来确实是真的呀。李海宁似乎对我说的这些事情很感兴趣，他还想见见那个东西。但我知道这东西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我不想让李海宁以身犯险。可是李海宁不依不饶，还跟我说他万一可以帮我解决呢。李海宁说这话时，我真的信以为真了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李海宁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就跟李海宁去了宾馆。在宾馆里，我紧张万分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李海宁让我去洗澡时，我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。从那时我才明白，李海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其实当时我根本就没做好准备，但是死党跟我说起这事儿时，说的特别玄妙。我犹豫再三，信了。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李海宁如果真能帮我解决这个事儿，那还有什么大不了呢？最主要的，我们不就是情侣吗？我努力地说服自己，这女孩子都非常的傻。我洗完澡出来，身上裹着浴袍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心里特别的紧张。但是李海宁悠闲得很，他坐在宾馆的床上看着我笑，我被他笑得不好意思，紧张得浑身是汗。我们躺在床上时，我还问李海宁，你想怎么帮我？李海宁也不说话，一个劲儿就是对着我笑。我不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那天天气很好，秋日的晴天，阳光飒爽，凉风习习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就在这时，外边突然刮起大风，那风特别的大，吹得宾馆的窗户哗啦啦的作响。我让李海宁去关窗户，李海宁还有点不太愿意。可是当李海宁关好窗户回来，我突然觉得这房间里一冷。我知道他来了。我跟李海宁说起这个，李海宁根本就不信，当时他就趴在我身上，一声若有若无的笑声就出现在我耳边。我用力的推他，可是我怎么都推不动。李海宁用力的抱着我，把手往我的两腿之间塞。我紧张的跟他说，别，他来了，千万不要。李海宁听了我的话，根本就不理我，一个劲儿的把我身上的浴袍扒开，还把脸往我的身上贴。但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，因为从窗户的倒影里，我看到那个东西，或者不能说是个东西，应该是半个女孩。为什么说是半个女孩呢？因为这个女孩只有上半身，就静静地站在窗台那里看着我们。我指着窗户对李海宁说，那东西就在那儿。可是李海宁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他突然恶狠狠地对我说，你别挣扎了，今儿我上定你了。我听到李海宁的话，突然有些震惊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这种话，我有些困惑，也特别的伤心。从那一刻，我开始明白，我在李海宁的心里真的可能什么都不是。看到我哭，李海宁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他从我身上坐起来就开始脱衣服，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着我笑着。我看着他的笑容，觉得恶心极了。就在他衣服脱到一半时，房间里突然响起啪叽啪叽的声音，
那个声音就像是有人光着脚丫子在屋子里跑。这声音对我来说极为的熟悉不过，那是我每日每夜的梦魇。可是现在听起来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声音如此的美妙，犹如天籁一般。我听到了这个声音，李海宁自然也听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四处打量一眼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啊？”我看着坐在我身上的李海宁说道：“你不是说想见见那个东西吗？现在他来了。”李海宁有些不可置信，但是他确实有点紧张。我猜测他碍于颜面，也不想承认自己害怕，故作轻松地说道：“就算是来了我也不怕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啊？”这李海宁说着话呢，又往我身上扑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房间里的灯一闪，啪的一声灭了。李海宁逃出去时，身上的衣服都没穿，我估计他是吓坏了。跑出去之前，他哆嗦着说：“有什么东西在摸我的脚。”在李海宁之后，好多年我都没再谈过恋爱。就说李海宁跑掉之后，这宾馆里冷冰冰的，黑暗中我就看到那个东西安静地蹲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觉得这东西没那么吓人，我也没有那么害怕它了。相对于李海宁，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可爱多了。当然，他对我的骚扰并没有因此改变。每天夜里，他依然会出现在宿舍里，有时在窗户上，有时在椅子上。大半夜的，椅子上经常传来吱吱的声响。有时我睡不着，就跟他说话，可是他从来都不曾回应我，最多呢就是趴在我耳边咯咯的笑笑。大学毕业前夕，我弄丢了那个黄符，在哪儿丢的，什么时候丢的，我通通都不记得了，只知道那符丢了。丢符的那天晚上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来了，就安静地躺在我的床上，然后一只手伸进我的被窝里。这冰凉的手从我的脚摸到我的背，我一动都不敢动，浑身冷汗。那一夜我眼睛都没有眨，整个身子一个劲儿的颤抖，一夜到天亮。天亮之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决定离开。我就是为了逃避才离开的，所以一开始究竟去哪个城市我并不清楚。给死党打电话，死党说他在长沙，我义无反顾地说我去找你。母亲对我做这个决定很不理解，我就跟他说黄符丢了。他一脸的惊恐，似乎比我更加的害怕。但害怕之余，他冷静地帮我收拾行李，把衣服帮我装好，还给我准备了3000块钱。下午就带着我买了车票。上火车时，我妈抱着我不停地掉眼泪，但始终就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。在火车上，看着缓缓倒退的城市，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，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我就是做了一场梦而已。但是火车上人来人往，这让我明白，我是真的离开这座城市了，离开那个缠绕我多年的东西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竟然有着一丝的激动，我觉得我终于能逃脱了。在长沙的那段时间里，我过得潇洒惬意，每天跟死党东奔西跑，吃喝玩乐。当然工作也还不错，比较稳定，收入也还可以。我跟死党租了一个2居室，2个人把房子装扮成喜欢的样子，经常花天酒地。当然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才这样。
我把那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死党，死党听得心惊肉跳的。死党一个劲儿替我庆幸，说是那个东西救了我。但是当我说起来我丢黄符那天晚上的事儿，死党听的是身后直冒冷气。不过后来死党说，现在你已经在长沙了，天高皇帝远，不用再担心了。其实我确实不担心，我心想再怎么着那个东西也不能追到这儿来吧。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确实自个儿想多了，有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长沙的第3年，那个东西还真来了。那年夏天，长沙的雨水特别的多，那段时间里公司也特别忙，几个人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，经常要忙到11、12点才能回家。死党比我潇洒，虽然也是11、12点，但人家是逛夜店呢。我就不知道是加班加傻了还是其他的原因，我总觉得那段时间公司的气氛有点诡异。但是要说诡异在哪里，我也不能确定，可能是灯光暗了，也可能是电梯时灵时不灵，或者是那个断了大刀的关公像。这关公像呢，是老板供奉的，每天上香不说，每逢初一十五还会斋戒。老板说了，自打开这家公司开始，就供奉着迦兰菩萨。那时我才知道关公像也叫迦兰菩萨。老板还说这迦兰菩萨特别灵，一直都保佑着他。去年他还出了一场车祸，那车子前脸都撞没了，但是人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就是脸皮儿擦破一点。他说这就是因为迦兰菩萨保佑。我觉得一切的不正常就是从这站着的关公手里的大刀断了开始。就说这大刀从手那里断掉，老板看到断掉的大刀还一个劲儿磕头，磕完头还念叨着该去还愿了呢。但是看着断掉的木头茬子，我隐隐约约的就觉得不太对劲。果然那天坐电梯一路就坐到地下停车场。这地下停车场是负1层和负2层，我这明明记得按的是1层，可是这电梯到1层根本就没停。跟我一块儿的同事还奇怪呢，就说这电梯是又犯病了。我这才知道这电梯以前也出过问题，当时电梯出问题我认为是偶然的，可是到第2天晚上再一次到地下1层时，我这才反应过来这绝对不是偶然。因为我在地下1层又听到熟悉的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的声音。因为是在地下停车场，有扩音效应，这个声音出现时特别的响，当时我这身上就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这天晚上就我一个人，我疯狂地按着电梯，但是电梯一直停在地下1层，不管我怎么按，这电梯关上门之后又打开，反反复复。我一下就慌了神儿，我正犹豫着是不是从这电梯里下去时，我就觉得电梯往下一沉，然后慢慢的就关上了。就在电梯沉这一下，只有电梯上来人时才能出现。可是当时这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，电梯关上之后，我想再出去就出不去了。1层的灯一直亮着，可是电梯到了1层根本就没有打开，而是一直向上走，一直到了楼顶28楼。到达楼顶之后，电梯门缓缓地打开，外边是一片漆黑。我们这栋楼是长沙比较出名的，当然现在看来是老楼了，但是在前几年还是挺新的。这出名的原因呢，就是灵异事件多，因为这些事件，所以这座楼的租金也便宜，这也是我们老板选择在这儿办公的原因。
电梯门开了之后，我这心里慌得不行，手忙脚乱地去按电梯按钮，可是无论我怎么按，这电梯就是卡在那里一动都不动。感受到这种情况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本来是不想出电梯的，可是电梯的顶灯开始忽明忽暗，还摇摇晃晃起来，我心里害怕的不行，连滚带爬的出了电梯。从这电梯里出来，那电梯咚的一声在我身后重重的关上，然后发出一声吱扭吱扭的声音就下去了。我们这写字楼的楼顶我从来都没来过，据说一直在装修呢。不过我听闻过一些事情，就说这楼顶原来是一家很出名的公司，可是后来出了事儿了，老板把家里人杀了之后就跳楼了。从那之后呢，这楼顶就麻烦不断。先是有加班的人看到有2个小孩在厕所里踢球玩，后来又有人在走廊听到老人莫名其妙的笑声。当然这都是传说啊，不知道真假。但所有在顶楼办公的公司里，没有一家能坚持半年，这倒是真的。就这件事儿呢，也是我们老板亲自讲的。我们老板还说了，说这没事啊，千万别上那儿去，因为自打那人自杀之后，又有2个老板从这楼顶跳下去了。特别是08年，接二连三的死了4、5个的。当时我们都当是灵异故事听，也都没当真，所以也没那么当回事儿。但是确实是没来过这个地方，因为在08年之后，没有哪家公司敢租这儿了，这顶楼就荒废着。所以我到了这里，自然而然的就想起来老板说的这些个事情。而且电梯下去之后，我是真真切切的听到这走廊里传来女人的笑声。那笑声清晰入耳，说是笑声，但听到人的耳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凄惨悲凉。就这2声笑，我就差点晕过去。不过这个东西都吓我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我对这些个事情多多少少的也有点免疫力了。等这笑声结束，我掏出手机，借着微弱的光亮，开始疯狂地按动电梯的按钮。可是虽然我不停地按着，那电梯却是一点上来的迹象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孩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姐姐，这个电梯坏了。”就这小孩的声音是突然出现的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站在我身后的不远处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就说不看这小男孩还好，看到这小男孩，我心都快跳出来。这个小男孩个子小小的，身上破破烂烂的，一张脸紫黑紫黑的，也不知道是光线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那双眼睛根本就没有眼白。小男孩说完这句话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这么看着我。我也不知道跟这小男孩说点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看上去只有7、8岁，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出现在小男孩身后，冲着小男孩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弟弟。”在黑暗中，那个小男孩看了小女孩一眼，转身跟着小女孩走了。这俩小孩走了之后，我身上是一个劲儿的发软，都快站不住了。当时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，都不知道这俩小孩到底是个什么。我缓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缓过来。这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离开这里。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我才觉得我活了过来，脑子也能转了。我就想着赶紧找楼梯呀。我抓起掉在地上的包，一下子爬起来，就往2个小孩相反的地方跑去。我记得呀，我还看了看时间，手机上显示的是11点41分。这顶楼的装修应该是不错的，
就连走廊的墙壁上都贴着墙纸。虽然墙纸很旧，但是并没有脱落，就是头顶的石膏板有好几块都掉下来，露出四四方方的黑洞。那黑洞里边发出呼呼的风声，似乎随时会有东西从这黑洞里钻出来似的。走廊的两侧装的都是木门，上边到处都是烟熏火燎的痕迹，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就在这走廊里跌跌撞撞的一直跑，都快到头了，也没看到安全出口。就在我快绝望时，拐了一个弯，这就看见一扇白色的门，这门上就写着安全出口4个字。我一把把门推开，就冲下楼梯。这楼梯似乎特别的深，走了好久才走到尽头。这到了头，这才看到墙壁上写着28。看到这数字，我心里一惊，我这怎么都下楼了，还是28呢？当时心里特别害怕，也不管这么多了，继续往下跑。可是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就是无论我下多少层，每一层的墙壁上都写着28。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出现过。我就想到那个东西，顿时心里边一阵的委屈，觉得这怎么可以这么针对我。我站在28那个数字前放声的大哭，心想这爸爸妈妈快来救救我吧。忽然莫名其妙的我就想到刘洋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个人的，毕竟这辈子我就见过他一回。我心心念念的爸爸妈妈并没出现，那个啪叽啪叽的光着脚丫子走路的声音出现了。声音出现的方向是在楼下，啪叽啪叽，就这声音在楼道里回荡着，特别的响亮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一阵的害怕，也不敢再往楼下跑了，只能转身又往楼上跑去。可是下楼时我已经累得不行，往上走我就走了2层，汗如雨下，腿一个劲儿的哆嗦，简直一个台阶都走不下去了。可是身后的啪嗒啪嗒声一步步的传来，每一声都打在我的心上。我扶着膝盖喘息了一会儿，拉开安全通道的门走了出去。本来我以为走出去还是在顶楼，可是出去之后我才发现竟然不是。就这层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司，到处都亮着灯，玻璃墙里面是整整齐齐的工位，玻璃门也都打开着，只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虽说没有人，但是因为有灯光，我心里也踏实一点。况且现在都已经11点多了，这公司里有人才怪呢，最多有可能有几个加班的。虽然我心里这么想着，但是后面安全通道的门被砰的一声推开时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可是回头一看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那个东西已经进来了。我不知道已经跑了这么远，这2年春节我都没回去过，这东西是怎么找过来的？但是这已经不是我能考虑明白的问题了。既然他能追到这儿来，我现在应该怎么跑出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是想都不想，就向着电梯间跑去。可是还没跑到电梯那儿，我就听到身后传来光着脚丫子跑步的声音，啪叽啪叽的。我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快啊！就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时，突然听到一阵人说话的声音。这是有人。听到这声音我激动坏了，循着人声就找了过去。这说话的呢是一男一女。我快找到时才发现这2人不是在说话，而是在吵架，吵得特别凶。俩人的语速都特别快，从对话里听出来是感情的问题。这原本人家私事吵架，这我是不该过去的。
可是身后的啪叽声越来越近，这让我已经没了选择。到这办公室门口，我一点也没犹豫，直接就走进去。进到办公室里，我才发现有2个小孩正坐在外面的沙发上。这俩小孩长得好看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男孩5、6岁的样子，女孩大概7、8岁。男孩身上穿着黄色 T 恤、灰色的短裤，女孩身上穿着红裙子，戴着粉色的蝴蝶结发卡。这俩小孩看到我进来也没什么表情，就是看我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。看到2个孩子我就有点奇怪了，总觉得这俩孩子我在哪儿见过呀，可是当时光顾着害怕了，我也没想起来。就说看到2个孩子之后，心里也是舒了一口气儿，那毕竟是有人了，这东西应该是不敢进来。可是出乎我的意料，那个啪叽啪叽的脚步声已经到这办公室门口了，而且依旧是没有停下来。就在我以为这个脚步声会进来时，却听到那啪叽声从办公室外边经过，往远处去了。我这听到脚步一步步的远离，心里一松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当时就哇哇的哭出来。这俩孩子看到我哭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仍旧在那儿坐着，脸上的表情都没变。虽然2个孩子没有变化，但是这屋里的大人听到了，一推门走了出来。从里面出来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身上穿着简练的工装。女人看到我的脸，脸上同样没什么变化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说呢，里面一个男人粗暴的声音就传出来：我他妈辛辛苦苦为了生意，为了家庭，可最后我得到什么了？得来的就是你背着我跟别人胡搞啊！这男人说完，女人冷冷的笑着：哼，我跟别人胡搞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小刘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照片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跟我说清楚吗？哼，就允许你在外边惊旗飘飘，就不允许我家里花团锦簇了。您多辛苦呀，一辛苦就是2个月不回家，你还知道你有个家呀？这男人在屋子里听到女人的话，似乎更加的气急败坏了，跳着脚就骂道：妈的贱人，我他妈那是应酬，哪像你他妈养了个小白脸儿，有时送车有时送表，那钱是谁的？那不都是我的吗？你他妈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吗？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你他妈要花钱你自个儿挣去呀！哼，应酬出来一个2岁的闺女啊，真有本事。要不是别人跟我说，我一直都以为你真是应酬的。男人听到女人这话，在里边是暴跳如雷，伸出一只惨白的手，指着沙发上的孩子说道：靠，我他妈应酬出来的孩子呀？那你告诉我，沙发上这俩孩子哪个是我的？女人听了这话，抱着胳膊：哼，哪个是你的？你还有脸说这话呢？当初把我往任宋局长怀里塞的时候，你咋不说呢？还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一切都跟以前一样。姓黄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有今天的？还不是我一家一家睡过来的。要不是我一个个求过来，你哪来这么多贷款？哪来这么多项目？你良心都让狗吃了。够了，你够了。这女人看到男人这样子，哼了一声：咱也别说这么多了，找人给咱评评理呗，看谁是谁非。女人说着话呢，就跟我招呼一声：小妹妹，你来，你帮姐姐一个忙。可我这一听要找我评理，我这当时就有点慌，心里是不想的，
但是一想到外边那个东西，这事儿还没法躲呢，我就站起来向着女人走去。可是我向女人走去时，这俩小孩一个劲儿的朝我摇头。看到两个小孩摇头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，还以为是不想让我去评理，谁能想到原来是别的事情。来到女人身前，这女人拉着我，指着屋里一个背对着我的男人说道：妹妹啊，你说说，当初我一个女人对她付出这么多，她现在却背着我找女人，你说说她对得起我吗？其实之前男人说的话我也听着了，我心想，你他妈不也在外边找别的男人了吗？而且听这男人说话，坐在沙发上这俩孩子似乎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事情实在太狗血了，这理儿根本就无从评起啊。所以女人说完话之后，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可是女人冰冷的手紧紧地抓着我，一个劲儿的就让我说。我越是不说呢，她抓得我越紧。到了最后了，女人几乎是歇斯底里，大声怒吼着让我评理。那我是被她吓坏了，而女人是越说越气，到后来几乎失去理智，一会儿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，骂我是小三儿，破坏别人家庭，一会儿又指着那个男人大骂，骂那个男人不是人，没有良心，一会儿又骂孩子，说孩子都是狼心狗肺的，不知道体谅大人。骂到最后，这整个办公室里都是女人谩骂的声音，而这女人越骂越难听，我都快听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人估计是忍受不了，大声的呵斥：行了，你他妈够了。说着话呢，男人转过脸来，怒气冲冲的看着女人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他妈现在也不用挣了，我的钱没了，公司也没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你明白了吗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这男人说这话时，我才发现男人的脸上、脖子上全是血，一道深深的口子从男人的脖子里裂开，粘稠的血液不断的从伤口中流出来。当时我就想赶紧帮男人止血，这我就没想到有这么深的伤口，这男人怎么能活下来？当我脱下衣服缠在男人的脖子上时，男人拉着我的手说：小蛇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你对我好，我对这个世界太失望了，咱们一块儿走吧。我这听到男人的话，顿时脑中一下想起了好多的事情，也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让我失望透顶。我不光要躲避那个东西，就连李海宁都这么对我。我离开父母这么久，父母也没说来看看我。想到这儿，我也觉得万念俱灰，心里就想着那干脆死了算了，这世界真的是没什么好留恋的。想到这些，我竟然就对着男人点了点头。我说：咱们一块儿走，离开这个世界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跟着男人一块儿往窗边走去。到了窗户边，一下就打碎窗上的玻璃，然后我就想爬上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阵啪叽啪叽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这声音听得我一哆嗦，浑身打了个冷战。就这个冷战一下把我拉回到现实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我这才发现我就站在28楼的窗户边，外面的风一刻不停地撞击着窗户玻璃，撞得玻璃咚咚乱响。楼下是点点斑驳的路灯，以及时不时飞驰而过的汽车，而我所在的办公室里已经是昏黑一片，也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办公桌椅，更加没有那个女人和男人以及那2个小孩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才明白过来，我依旧是在28楼，
只是我怎么进入到这个办公室，怎么站在窗户边上，真是一点儿都不清楚。唯一清楚的就是之前我心里的万念俱灰。清醒过来之后，我第一眼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一个黑影，矮矮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看到这黑影，我知道这就是那个日日夜夜惊扰我的东西，而此时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他，也是我第一次面对他。这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但是此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虽然他刚从鬼门关把我给拉回来，当时我还想，这刚才还真不如跳楼死了算了，省得面对他。他给我带来的恐惧比其他的任何东西给我带来的恐惧都要强烈，甚至可以说是千倍万倍。甚至我脑海中都浮现出刚才见到的那一家四口，我都觉得这4个人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个站在我面前的矮矮的女人可怕。他就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在黑暗中咧开一张嘴，露出来一口的白牙，对着我笑了笑，然后慢慢地朝我走来。不是走来，而是爬了过来。他没有腿，身子趴在地板上，2只手快速地在地板上交错前行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原来这就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原因。我原来一直以为是2只光着的脚丫子，现在才知道是2只手，在地板上快速地交替前进，用力地拍在地上发出的声音。他这2只手啪啪地拍在地上，带动着整个身子往前挪。因为只有2条胳膊用力，所以带动着整个脖子用力地往前伸着。那双眼睛在乱糟糟的黑发中一个劲儿地对着我笑，呲着雪白的牙齿，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。他向我爬过来时，我就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浑身无力，就连抬脚都忘记了。后来我想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我其实是根本就没有机会逃掉的。这意外呢，就是有2个保安走进来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就看到我站在办公室的角落里。2个保安喊道：“你干嘛的？”保安一喊话，这地上那爬的女人就不见了，我这才能动弹。那天那2个保安完全是每月的例行检查，正巧碰到我。在保安室里，我嚎啕大哭，再加上保安室的保安3个人的纸巾都没递得过来，我足足哭了有半个多小时，哭的保安们都有点不耐烦了，哭的我自己都不想回家了，当时就想在这保安室里跟这些个保安一块过了。死党找来时，这些个保安才松了一口气儿，纷纷跟死党夸我气息足。回到家里，我跟死党说今儿晚上发生的一切，这死党听了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儿，就问我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就跟死党说，我还是得逃，不能再在长沙待了。离开长沙，我就来到上海。之所以到上海，是因为死党跟我说她大学的男朋友在上海，说是可以照顾我一下。其实我也没想让谁照顾，我就想有个地方躲开这东西。我就是在上海再次遇到刘洋，这刘洋还是那么壮，还是那么一言不发。看到我时，刘洋的瞳孔都收缩了一下。就说到达上海之后，跟刚到长沙的情况是一样的，我过了2年的安稳日子。这2年呢，我跟刘洋的关系突飞猛进，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因为不谈婚论嫁不行，我怀孕了。这知道我怀孕的消息，刘洋是兴高采烈，但是下一步刘洋又陷入到愁苦之中。就虽然说我俩赚的都不少，但是因为上海的物价还有我这花钱大手大脚，
所以俩人并没多少积蓄。虽然一直说买房，可是房子也是一直没买。现在我怀孕了，可是我俩就连个房毛都没有。刘洋老家也不是没有房子，但是父母说了，供他上学花了不少钱，这老家的房是留给他弟弟的。刘洋没意见，那我就更没意见了。所以看到刘洋的愁苦模样，我也挺难过的。这难过又能怎么样呢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就跟刘洋说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，咱们可以先结婚，房子的事儿慢慢再说吧。刘洋一张大脸悲伤地看着我，沮丧极了，就看他那样子估计都快哭了。后来这婚礼是在他家办的，我爸妈也来了，婚礼倒是挺顺利，也很热闹。但是婚礼快结束时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，这种感觉强烈又熟悉。那个东西的事儿我也跟刘洋说过，但是刘洋那呆滞的表情我有点拿不准，他到底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。所以在婚礼结束时，我就跟刘洋说起这事儿，刘洋还跟以前一样呆呆愣愣的，直到我揍了他一巴掌，他这才说他也感觉到了。呵，这刘洋不仅是感觉到了，他还能察觉出来准确的方位。当刘洋指出来时，我觉得这真是挺厉害的。这一晚我们都没怎么睡，因为我俩都感觉到有一个人蹲在外边窗台那里，一直往屋里看呢。我俩只要是一睡，这东西就会进来，躺在我跟刘洋之间，冷冰冰的，轻轻的在我耳后吹气。刘洋说，这东西不会对他吹气，但是会挤他。夜里被那个东西挤掉好几回了。本来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去，可是他父母不同意，说这不合规矩，怎么都得在家里再待几天。我跟刘洋不同意，可是刘洋的妈妈有些执拗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在家里又待了2天。就是第二天晚上就出事儿了。这天呢，我就开始做噩梦，在梦里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劲儿往我怀里钻，钻得肚子疼痛不已。我低头看时，才发现女孩已经把我这肚子钻烂了一个窟窿，一个还没成型的小婴儿从这个洞里边流出来。我伸手去堵，可是怎么都堵不住，反而是越堵流得越多，一个接一个的，又是血又是水。我这伤心的哇哇的大哭。刘洋把我摇醒，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做梦呢。我把这梦跟刘洋说了，刘洋震惊地看着我，跟我说他也做了一个梦。这刘洋的梦跟我的梦是一点儿都不一样，但是听起来更吓人。就说一个半米多高的女孩缠着刘洋要跟他结婚，在梦里他们还举行了婚礼。举行这婚礼的地方在一个树林中，这树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和骨头。女孩用几只手做成皇冠戴在头上。婚礼之后他们就生了一堆的孩子，但是这堆孩子都没有腿，都是从肚子一下就断开的。所有的孩子都在地上爬，身后都拖着一大截儿的肠子。这些孩子一边爬一边还叫他爸爸。到这儿刘洋就被吓醒，醒来之后刘洋就看到我在哭。我们俩人醒来之后就都没再睡，一方面这梦确实吓人，另一方面我们都觉得这床底下是有东西啊。这个东西在床底下爬来爬去的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这啪叽啪叽的声音持续一会儿，就会咕咕地叫上2声。这床底下的声音不光是把我给吓着了，把刘洋也吓着了。我就让他下去看看，可是刘洋死活不肯，还跟我争被子。我这人第一次觉得这男人实在是靠不住啊。
一时间我都有点对我选择的婚姻产生怀疑了。床底下那个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鸡叫，这声音消失之后，我和刘洋才安稳地睡了一会儿。醒来之后，我俩不顾劝阻，坚决地离开刘洋家。为此，刘洋还跟他妈妈吵了一架。看到他妈难过的眼神，我挺过意不去的。但是一想到夜里发生的事儿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们回到上海之后，没过2天，刘洋的爸爸打电话过来，就说我们走了之后呢，家里就出了怪事儿。先是我们结婚用的那个房间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可是找来找去都没人。然后就是家里的鸡鸭死了个干干净净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厨房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洗劫了一样，能砸的都砸了，能摔的都摔了，就连大铁锅都给倒漏了。刘洋后来跟我说起这事儿，我觉得是真不可思议。当时我从家里走，也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啊。刘洋就说，这可能不是没出，是你妈怕你担心没跟你说呀。这刘洋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就打电话问我妈，就说我从家里离开时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没有。这我妈当时在电话里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才跟我说，就说我这房间里呢老是有人哭，还有人用手砸门，然后我小时用过的书本都被撕得粉碎。听了我妈这话，我才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又问现在家里什么情况，我妈说现在什么情况都没有，就是偶尔会听到房间里有人啪叽啪叽走路，然后有人絮絮叨叨的，听这声音呢是个小姑娘的声音。我妈说呀，她现在也没以前那么害怕了。这听我妈说完，我就问她，姥姥那边就没有什么别的厉害的人吗？怎么不找个人看看呀？我妈就说，你都不在家了，我跟你爸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妈说到这儿啊，还说当时你姥姥也说了，到你28岁就没什么事儿了，你这今年不都27了吗？听了我妈的话，我心里挺感动的。我以为这些年我妈把这些事儿都忘记了，没想到她是一直都记着。刘洋他们家那边的事儿呢，我也没跟我妈说，我怕我妈惦记。因为结婚的时候，我妈就一直跟我说，这婆婆说你什么你就得听着，人家让咱们怎么办咱就怎么办，受点委屈没啥。她要是知道我跟刘洋结婚没2天就从家里跑出来，估计得好好的说我一顿。我妈这边没找人，刘洋妈妈那边却找了。找的谁呢？就是他们村里一个老太太。刘洋妈妈找到老太太时，让老太太给看一看。这老太太看完，告诉刘洋妈妈说，不用担心，这东西虽然怨念大，但是对我跟刘洋是无害的，不光无害，甚至还是来报恩的，就不用害怕。要是实在担心呢，就找个东西镇着，用不了多久他就走了。刘洋妈妈在电话里跟我们说起这个事，我们都不相信，刘洋也不信。这么多年的恐惧在我心里已经扎了根儿了，而且这么多年下来，这东西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那种阴冷的感觉，还有在暗处被盯着的那种感觉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忘记。我甚至都跟刘洋商量好，要是那东西再来上海，我们就准备出国。可事实上，这东西确实也来到上海，还来到医院里，但是我和刘洋根本就来不及出国，因为第2天就是预产期。就说这个医院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很多生孩子的人都选择这个医院，因为人多呀，所以一开始产检我们就选在这儿。预产期之前的1周我就住了院了。头天晚上我就开始阵痛，一抽一抽的疼，疼得我浑身是汗，
刘洋也是跟着着急，但是光着急也没用啊，而且他这么大一坨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，我看着就烦，就把他给赶出去了。疼到11点多，我就觉得这腿上冷，一低头发现一双手不知什么时候就搭在我的腿上，这双手指甲紫黑，皮肤却白得渗人。看到这双手我就知道这是哪个东西。半夜11点半，这个东西2只手扒着我的腿，然后从床边慢慢的伸出个脑袋，看着我笑嘻嘻的。呵，就他看我这一眼，本来我的阵痛疼得我呲牙咧嘴，一瞬间我就不感觉疼了，就这一下子我就是觉得浑身发冷。本来我以为他困扰我这么多年了，数次要置我于死地，这会儿眼看要到期了，这他妈是来发大招了。可谁知道他只是笑嘻嘻地看着我，什么都没做。看了一会儿，嘴里咕咕地叫了2声，他就走了。而且这个东西走的路径也非常的奇特，竟然是从医院的窗户走出去了。这可是5楼啊！从窗户出去之后，慢慢的就消失在黑暗中，再也见不到了。看着这东西离开，我这浑身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长时间我才缓过来，这时突然我的阵痛加剧，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是真的要生了。我大声的喊刘洋的名字，刘洋从外边走进来，看着我的表情，连滚带爬的找护士去了。进手术室时我还挺清醒，可是来到手术室里，不知怎的我就昏迷了。在最后失去意识时，我就听到2个字儿：栓塞。这是我离死神最近的一次，而且之前我们也查过资料，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事儿能发生在我身上。当医生告诉刘洋我羊水栓塞休克时，那刘洋都哭了。抢救的过程我不清楚，因为从头到尾我都是昏迷着的，但是昏迷时我就看到很多奇怪的景象，那仿佛就是一场梦。我慢慢的从病床上站起来，看着一整个手术室的人忙忙碌碌的抢救着躺在病床上的我，然后我就从手术室走了出去。在手术室外面应该是医院，可是当我走出手术室时，我就发现我进入到一座森林。这座森林可真够阴森的，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，遮天蔽日，有很多我都不认识的鸟从森林的外面飞到森林的深处，而且有很多奇怪的动物的叫声从森林的各个方向传来。这些声音我听起来似乎很熟悉，但是却是我从没听过的声音。森林中有很多的雾气，我感觉这雾气当中有很多东西在看着我，但是我看不到它们。而且雾气中时不时的会发出几声什么东西的笑声，继而又有脚步声远远的离去。在森林的地面有着很多的落叶，我光着脚踩在上面，这些落叶表面上看上去干燥，但是踩下去之后又黏又滑。我在森林里慢慢的走着，踩着这些腐烂滑湿的落叶，突然我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，只觉得脚底一阵的刺痛。我抬起脚一看，不知道踩到了什么动物的骨头，这是把我的脚给扎破了，鲜血直流。这时我害怕极了，我在森林里大声地喊着刘洋的名字，可是回应我的只有什么东西扑扇着翅膀的声音，以及什么东西的怪笑声。越走我就越害怕，而且这森林是特别的大，我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就是走不出去。最主要的是我的脚特别的疼，
几乎是走一步就是一个斜脚印，而且我觉得我的肚子特别沉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我觉得两腿之间就出来一个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婴儿的脑袋。这个婴儿咧着嘴对我一个劲的怪笑，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。看到这个婴儿，我觉得眼熟，我一下子想到了，这个婴儿就是那个东西。这在我心里是没法接受的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就成为我肚子里的婴儿。就在我无比痛苦时，突然我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铁链的叮铃咣啷的声音。但是因为森林中的雾气特别的大，虽然我听到声音了，但是并没看到人。我当时还在想，这铁链声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甚至渴望那些拿着铁链的人能来救我，因为我明显的感觉到，我那个小婴儿已经从我这肚子里伸出了两只小手。这两只手伸出来之后，紧紧地抓着我的大腿，想把他的身子从我这身体里拔出来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下体胀痛的厉害，那种疼痛无法诉说，疼得我只想一死了之。而且除了疼痛之外，我还觉得两腿之间是无比的湿冷，有什么东西从我腿上哗啦啦的往下流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是黑红色的血液。我惊恐地大叫着，可是无济于事，那血液依然在我两腿之间流淌。就在我快要绝望时，我眼前的大雾突然分开了，两个脸色惨白的人从浓雾当中走出来，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粗粗长长的铁链。这俩人看到我对望一眼，其中一个问道：“就是他吗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就是他。”这俩人说完话，手里拿着铁链就往我脖子上套过来。这铁链特别沉，又特别的冷，我的身体接触到铁链，浑身哆嗦一下。俩人把铁链套好，拉着我就走。这时我内心是害怕极了，但是心里还有着一丝的侥幸，张嘴就想问这两人：“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”可是我刚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而我两腿之间的小婴儿已经把他的身子从我身体中拔了出来。小婴儿从我身体里出来的一瞬间，我顿时觉得身体一阵的轻松，身体那种无比的胀痛也消失了，但是两腿之间的湿冷还在，鲜血依旧哗哗地流着。但是现在我并不担心这个，我担心的是这两个脸色苍白的人要把我拉到哪里去。我心中有无数的问题，我想问这是什么地方，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，想问他们要把我拉到哪里去，甚至我还担心那个从我身体里爬出来的小婴儿。虽然那个小婴儿是吓了我很多年的东西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张嘴，我发现我都发不出声音。我也不知道跟着这两人走了多久，森林的雾气越来越小，我这才发觉这座森林是无比的荒凉。森林中的树都没有树叶，天空阴沉，也没有阳光，而且越是往前走就越是荒凉。地上的树好多都死了，树上还挂满着尸骸，这些尸骸的表情都特别的狰狞，而且那森林的地下也都铺满着尸骸，每走一步就有白骨和骷髅头。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，心中的恐惧无以复加。而面前那个脸色苍白的人一路走来是一句话都不说。走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，我这该不会是已经死了吧？这两人就是地府派来拘我的魂的。想到这儿啊，
这所有的问题都有了解释。那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，自然就不言而喻。可是我还不想死，我想念刘洋，想念没有出生的宝宝，想念我的爸爸妈妈，甚至我还想念那个半夜蹲在我窗前和椅子上的那个东西。我甚至想念那个走路的啪叽啪叽的声音，还有喉咙里发出来的咕咕声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嚎啕大哭，可是我就连哭也哭不出来，更没有一滴眼泪掉下来。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我顿时是绝望至极。就在我绝望时，突然听到身后又传来一阵阵的咕咕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。我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个从我身体里出来的小婴儿，他的肚皮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脐带，正向我跑来。看到他跑过来，我不光没有害怕，还特别的兴奋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，但就是特别的高兴。那个小婴儿跑到我跟前并没有停留，而是一直冲到那两个脸色苍白的人身后。他从地上一跃而起，一头冲向他们。就是这么一冲，左边那个被小婴儿在身上冲破一个大窟窿，然后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右边那个看到小婴儿冲过来，还惊讶一下子，想说什么还没说呢，又被小婴儿冲倒，跟左边那人一样，身上也是破了一个大洞。我走到跟前去看，这才发现两个人都是纸做的，纸壳子下面是一拃又一拃的竹胚子。这原来两个人是纸人，可能是因为纸里面竹胚的缘故，小婴儿的额头被划破一道口子，这口子特别深，鲜血直流。这俩人倒地之后，我脖子上的铁链子也不见了。小婴儿一回头，伸出一只小手，拉着我的手指头，扭头就跑。小婴儿跑得特别快，我被小婴儿拉着都飞在空中了，两耳之中就听着呼呼的风响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反正是跑了很长的时间。然后我跟小婴儿忽然掉在一个黑洞中，就在空中一个劲儿的飘啊飘啊，不知道飘了多久，然后就看到一束光亮。这束光亮仿佛是有引力一般，一下子就把我吸进去。紧接着我就听到一阵的欢呼。我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反正迎面而来的是刘洋那张大脸。刘洋看到我睁开眼睛，嘴里哇哇的大叫，又哭了。刘洋叫完之后，他的爸爸妈妈和我的爸爸妈妈全都涌进来。我妈妈看到我抱着我就哭，哭的那叫一个凄惨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她以为我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问刘洋，男孩还是女孩？刘洋一个将近100公斤的彪形大汉，带着一脸的幸福笑意跟我说，是个女孩。我就问他孩子在哪儿，刘洋这才跟我说在 ICU 呢，就说这孩子从出生呼吸就特别的微弱，心跳也很微弱，其中有一段时间里心脏还停止跳动了。刘洋说不光这孩子的心脏停止跳动，我的心脏也有一段时间是停止的。刘洋说到这里泪眼婆娑的，他那个样子我都有点瞧不起他，一个大男人老是哭哭啼啼的。闺女在 ICU 里待了1个多星期，最后所有的一切才正常起来。最开始隔着玻璃看到他时，我的心都惊了，怎么这孩子长得这么丑啊，大鼻子小眼睛，嘴巴一点点，那小爪子跟个小老鼠一样。从 ICU 出来时，这才长开了一点，眼睛也大了一点，鼻子也小了一点，脸上也有了不少肉了。
最主要的是皮肤白了。但是当我把他抱在怀里时，我这才发现这小家伙的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印子，虽然颜色很浅，但是那道疤痕却是挺长的。我就问刘洋，这疤痕是怎么回事？刘洋看了也奇怪，他说他一直都没发现这道疤痕，而且孩子出来时一直都没受过伤。听了刘洋的话，我知道这孩子的伤口是从哪儿来的了。但是像这种事儿说出来谁能信呢？而且这孩子竟然是一直跟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个东西。这种事情说出来恐怕是更加没人信了。孩子生出来之后，自然得到全家人的宠爱，无论是爷爷奶奶还是姥姥姥爷。但是只有我知道这孩子跟我究竟经历过什么。我妈看到孩子时，抱着孩子就不撒手，一个劲儿地说这孩子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妈过来帮我带了一段时间孩子，带孩子的这段时间里，她跟我说起了一个事情，就是当年我们大杂院拆迁时，警察专门过来一趟，说是要找寻另外的几具骸骨。这听到警察的话，我妈还挺奇怪的，就问警察这找骸骨是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告诉我妈，当年我在箱子里发现的那具尸体，其实是一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是被人奸杀之后残忍的分尸，装在箱子里的。警察经过排查，得出这个小女孩的身份，最后也把这案子给破了。但是那个变态凶手最后告诉警察，他其实并不只杀了一个人，他前前后后杀了4、5个了，而且还本本分分地交代了凶杀的过程以及埋尸的地点。听完凶手的供述，警察这才回到院里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骸骨。可是奇怪的是，其他的骸骨是一具都没找到。我妈说完这个事情，她就特别神秘地告诉我一件事儿。我妈说当年我姥姥跟她说了，这东西来找我并不是来害我的，而是来报恩的。但是无论怎样，毕竟这个死去的小姑娘怨气太重了，所以靠近人时身上的阴气还是会伤害到人。听了我妈的话，我这才知道真相。原来从头到尾，这个小姑娘都一直在保护着我。她之所以靠近我，可能是因为她想找个朋友，只是没有办法跟我太接近罢了。那么从一开始的李海宁，到后来长沙的那件事情，以及在医院发生的事儿，就都有了解释。我抱着怀里的闺女，当时眼泪就掉下来。那时候她还不会说话，才几个月大，她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。